中国历史上有一个近乎完美的人物，小说和戏曲里说他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用兵如神，足智多谋，是个神一般的存在。他就是三国时期的蜀汉丞相诸葛亮。诸葛亮在历史上是仁义礼智信、儒家五常、躬身践诺的代表人物。他的一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忠诚与智慧的化身。在我们的印象中，只要一打仗，诸葛亮坐镇中军，给关羽、张飞等众将各一个锦囊，还不告知具体该咋办，只说是到了地点拆开锦囊，依计而行，必然胜利。仿佛诸葛亮在羽扇纶巾、谈笑间，强弩灰飞烟灭，战局已定。好像诸葛亮可以足不出户，天下大事一切尽在掌控之中。那么历史上的诸葛亮真的如此厉害吗？鲁迅曾经批评《三国演义》说壮诸葛多智而近妖，就是说《三国演义》把诸葛亮吹上天了，甚至吹成妖了。当然，《三国演义》毕竟是一本小说，我们抛开不谈，在《正史三国志》中，作者陈寿对诸葛亮的评价是连年动众，未能成功，盖应变将略，非其所长。就是说诸葛亮不擅长军事，用兵过于谨慎保守。而且在真实的历史上，诸葛亮一出场的时候，也并非如小说中那么耀眼光芒。《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记载说，先主遂收江南，以亮为军师中郎将，使都零陵、贵阳、长沙三郡，调其赋税，以充军实。那就是说，一开始的时候啊，他的军事才能并不出众。诸葛亮的第一份军职是军师中郎将，这个官大吗？还真不大，大概只是从六品，主要负责零陵、贵阳、长沙三郡的赋税征收。所以说，在起初的时候啊，诸葛亮也就是刘备的一个参谋，也没有什么可圈可点的战绩。他的起点并不如小说中写的一出场就光芒万丈。但是我们打小就听过小说和评书里说的关于诸葛亮神乎其神的一些事情，比如刘备三顾茅庐才终于把诸葛亮请出了山，而且作者为了凸显诸葛亮的神秘，还做了很大的铺垫，说刘备如何带着关羽和张飞二人如何在一个风雪交加的日子去拜访，又如何一次两次都没见到诸葛亮，而只见到他的朋友和他的家人。第三次去呢，诸葛亮又如何小睡片刻，以至于让刘关张三人等了老半天才终于见上等等。这些编撰的故事除了渲染刘备的礼贤下士之外，还有一个目的，就是为了众星捧月，一步步推出神仙人物诸葛亮。那么历史上真实的三顾茅庐又是怎样的呢？正是《三国志》中仅仅用了5个字，凡三往乃见，就是说去了几次，最后见到了。大抵是那个时代没有手机，也不知道诸葛亮在不在家，所以前几次都没碰上，最后一次终于见到了，就这么简单。再有就是在《三国演义》中，火烧博望坡是非常经典的一次战役，作者楼贯中更是把这一仗描写成了诸葛亮出山的第一战，可是与正史一对比，时间却对不上。因为刘备是建安12年才把诸葛亮请出来的，而火烧博望坡却发生在建安7年，可见这是《三国演义》硬加到诸葛亮身上的一次战例。另外就是小说里讲的很热闹的诸葛亮舌战群儒，实际啊也没有这么回事儿。当时孙权早就想和刘备结盟，共同抗曹，所以根本不需要诸葛亮来给他讲道理。还有就是借东风的故事，更是神化了诸葛亮。因为即便是到现在，冬日的长江也经常会刮东南风，这是当地人都知道的常识。在诸葛亮身上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典故，那就是三气周瑜。《三国演义》的作者把周瑜进行了丑化，以衬托诸葛亮的胸襟宽广和远见卓识。实际上在真实的历史中，周瑜心胸宽广、乐观豁达，根本不可能随随便便就被诸葛亮给气死了。而且在历史上，刘备成功进入蜀地，在此期间，诸葛亮压根儿就没有参与前线的作战工作，主要是在后方担任地方治理、赋税钱粮，类似于当年萧何做的工作。所以说，《三国演义》把诸葛亮过分吹捧了，甚至把他描写成了神一样的人物。那么，历史上真实的诸葛亮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呢？汉灵帝光和4年，即公元181年，诸葛亮出生在琅琊郡的阳都县，就是今天的山东省临沂市沂南县。他们家是琅琊的望族先祖诸葛丰，曾在西汉元帝时做过司隶校尉。
诸葛亮的父亲诸葛圭在东汉末年做过泰山郡丞。诸葛亮兄弟3人，还有2个姐姐。大哥诸葛瑾儒学深厚，以孝顺闻名。后来诸葛瑾避乱江东而被孙权重用，并逐步升迁到东吴的最高军事职务大将军。诸葛亮的弟弟诸葛均史书上记载很少，只说他一直追随诸葛亮，后来当过蜀国的长水校尉。诸葛亮还有一位堂弟，名叫诸葛诞，他在魏国出任军政要职，位极人臣。所以在三国时期，诸葛家族不仅英才辈出，而且还在3个相互敌对的国家中都执掌大权，这在中国历史上非常罕见。而这3兄弟中最耀眼的，无疑是诸葛亮。但是诸葛亮的童年并不幸福，他很小时父母就先后离开了人世，他们姐弟几个是被投靠在荆州刘表帐下的叔父诸葛玄养大的。到了17岁那年，叔父诸葛玄去世，诸葛亮就在离荆州郡襄阳城外不远的隆中隐居起来，过着半耕半读的清苦生活。史书中记载，诸葛亮在荆州结交了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有襄阳名士庞德公、司马徽和黄承彦。尽管荆州境内卧虎藏龙，荆州牧刘表，却从来没有把诸葛亮当作一个人才。即使听说庞德公这样德高望重的贤者都称诸葛亮为卧龙的时候，他也并没有当回事儿。在他的眼里，诸葛亮只是好友诸葛玄那个可怜的侄子。正史《三国志》的作者陈寿评价刘表说，他外宽内忌，好谋无决，有才而不能用，文善而不能纳。这就是为什么荆州境内人才济济，而刘表却无所建树的重要原因。直到公元207年，徐庶把27岁的诸葛亮推荐给了正处于事业低谷的刘备。于是刘备前往隆中去了几次，终于见到了诸葛亮。诸葛亮就在自己的草庐之中为刘备分析了天下形势，这就是颇具战略意义的隆中对。在这篇战略规划中，诸葛亮给刘备提出要东和孙权，然后取得荆州，再以荆州为跳板拿下益州，以益州为跳板拿下汉中，用荆州的襄阳威胁洛阳，拿雍州的汉中呢威胁长安，待天下有变，命一上将在荆州方向直取洛阳，而刘备则亲率益州人马出秦川，以成霸业。及至今天再来看这篇颇具战略意义的隆中对，应该说在事实论证上对大局的判断是符合实际的。曹操已经成为当时最大的势力，而不可主动对抗，东吴也已经有了稳固的基础，所以只能结盟。只有长江中上游的荆州、益州，由于刘表、刘璋的短见和失策，所以能够为刘备提供可乘之机，这正是隆中对的过人之处。然而隆中对也有它的战略缺陷，那就是荆州离益州千里之遥，两地分兵的做法必然让刘备军团失去兵力上的优势，这也导致了隆中对后来在具体实施上的失败。相比小说《三国演义》中对诸葛亮军事才能近乎神奇的描述，历史上真实的诸葛亮更擅长的则是治国理政。刘备攻取益州，离不开诸葛亮在后方调度粮草。后来益州初定，又是诸葛亮联合刘巴制定了约束蜀地军民治理蜀汉用的蜀科。刘备去世后，诸葛亮在几年之间外平南中叛变，内修政理，让千疮百孔的蜀汉趋于安宁。正史《三国志》说，诸葛亮的政治能力不下于管仲、萧何，连算无一策的贾诩都评价诸葛亮说，诸葛亮善治国。但随着蜀汉后期诸葛亮在北伐中的一次次历练，他的军事才能也逐渐可圈可点。《三国演义》没有告诉我们蜀汉的总兵力不过10万，每次北伐带兵不过数万，可就是这数万北伐的蜀军，居然打得数十万魏军龟缩不前。小说《三国演义》中的空城计也是虚构的，但是死诸葛吓走活仲达却是真实的事件。而且正史中记载的情况让司马懿比演义中更丢人。《三国演义》中说见木像为都督丧胆，可在正史中司马懿连诸葛亮的木像都没有见到，只是杨仪反其名骨，司马懿就不敢追击，可见司马懿畏鼠如虎，名副其实。历史上的诸葛亮并不是神，只是个普通的凡人。
可正因为他是个凡人，才显得更加伟大。刘备当初颠沛流离，一无所有，有的不过是心腹汉室的大义之名和未知真伪的皇叔身份。当时曹操几乎统一北方，良将千员，带甲100万，三分天下有其二，放眼天下无敌手。而刘备将不过10，兵不过万。在这种情况下，诸葛亮依然出山辅佐刘备。及至白帝托孤，又是诸葛亮再次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毅然扛起了蜀汉的大旗。他力挽狂澜，只用了3年时间，就让千疮百孔、濒临崩溃的蜀汉国治兵强。为了实现先帝刘备的梦想，他写下了感人涕零的《前出师表》，并历次北伐强大的曹魏，还打得曹魏丢盔卸甲。他写下诫子书教育儿子，其殷殷教诲，拳拳爱心，更是将为人父者的爱子之情表达得深沉厚重。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集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散文家、书法家、发明家、文学家于一身，成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智慧与忠诚的化身。正所谓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